大家好，欢迎收看。你这周要交 KPI， 我是阿 D 强。上次跟大家分享了 JSON 格式与 timestamp， 建立了数据采集的程式基础。今天跟各位分享全域变数与区域变数，主要三大重点：一、全域变数 Global Variable 的使用方式；二、区域变数 Flow Variable 的使用方式；三、透过 JavaScript 存取变数的方式。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先来看全域变数的使用方式。我们拉出一个 InGen Node， 另外在 Function 区域选出一个 Change Node。Change Node 之中，我们可以设定我们想要改变的变数在 Global 区域，也就是全域的变数。变数名称我们先设定为 GVRE， 要修改的内容我们则改为文字的 ABCDE， 并将名称定义好。完成 Change Node 的设定之后，我们连接两个节点，并将这样子的内容按 Ctrl+C 复制，再 Ctrl+V 贴上。下面的 Change Node 的内容，我们试着修改为文字改为数字部分的12345。在设定完成之后，我们也可以调整名称。这两个不同的 Change Node 在触发之后，将会把 Global.GVRE 这个变数的值设定成不一样的造型，一个是文字的 ABCDE， 另外一个则是数字的12345。我们接着拉出一个新的 InGen Node， 在这边我们 Payload 的内容希望它显示 Global 的 GVRE， 并用 Debug 讯息输出。在部署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全域变数的 GVRE 是没有被定义的，写着 Undefined。在我们按下了第一个节点流程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 GVRE 会显示出 ABCDE 的内容，而第二个节点触发之后，就会看到 GVRE 的内容会变成数字，代表前两个流程将是设定 GVRE 的内容，而最后一个流程将会显示出 GVRE 现在的值。我们可以尝试把 GVRE 的显示，也就是读取，放在第二个 flow 之中。我们会发现第二个 flow 里头去点击时，它的 global.GVRE 一样会拥有刚才的数字。我们切换回原本的 flow， 在点击设定为 ABCDE 的节点之后，会发现 GVRE 的内容会改变为 ABCDE， 这样是代表不同的分页可以使用到相同的全域变数。我们接着看区域变数的设定。区域变数可以用原本的流程，只要将 global 切换成 flow 就可以了。在这个 flow 1分页之中呢，我们有3个 global 的设定区，我们都一一的把它改成 flow。如此之下呢，我们使用到的变数将会记录在区域变数中。在 flow 2一样，我们把它改成 flow 的区域变数。在设定好之后，清空右边的 debug 区，做好部署之后，我们先来检查。一开始呢，我们的读取区域变数的位置全部都是 undefined 的。当我们点击了设定这个区域变数为 ABCDE 时，我们再点击读取，就会看到我们设定的变数已经成功了，读到了 ABCDE。但是呢，切到 flow 2的时候，一样会是 undefined， 因为呢，这是区域变数，并不会跨分页来使用。所以呢，相同的，我们在设定为12345的时候，也是在另外一个分页，并不会影响到它的区域变数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用 Function Node 来进行全域或区域变数的读写呢？在这个 Function Node 里面，我们使用了 global.set 这样的函式，
其中第一个引数要放变数名称，第二个引数则是放我们想要它变更的内容。第二个 function node 我们设定一样的变数名称，但是写入的内容改变成12345。当我们要取得变数时，我们可以用 global.get 后面带一个变数名称的引数来取得这样的变数，然后放进 msg.payload 里头。最后呢，我们可以使用 global.set， 但是并不设定任何数值的方式来删除这个全域变数。在以上这几种写法之下，我们来观察它的结果。首先，我们先读取看看这个变数。一开始没有做任何设定时是 undefined， 但是当我们设定为 ABCDE 之后，读取这个变数值就会是 ABCDE。相对的，我们也可以设定并读取到12345。而如果我们使用 global.set 不带任何数值时，我们就可以清掉这个全域变数，并且变成让它清空的状态。以上是全域变数与区域变数的分享，要记得3大重点。看完以上的介绍，希望大家对变数的应用更有概念了。下个单元是函式节点 function node。喜欢我们的影片，要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 FB 粉丝团和 YouTube。我们下次见。